你係咪每朝早瞓醒一擘大眼嗰下諗到又要返工，你就唔願起身，唔願面對，唔點到最後一秒都唔肯起身返工，最後又要搞到趕頭趕命咁樣追車返工呢？你係咪經常都喺度諗，我幾時先可以唔使返工啊？又或者生活係咁噶啦，唔返工邊有錢生活啊？但係你知唔知啊？你每朝早嘅呢一啲想法，呢個唔願面對你每日人生嘅感覺，又或者接受你嘅人生就係平庸嘅感覺，正正就係阻礙你擁有你夢想中嘅人生嘅一大要素啊！但係如果我話俾你聽，有個方法好簡單，只需要改變你每一日返工前嗰1個鐘入邊所做嘅嘢，你就可以擁有你夢想中嘅人生。你又會唔會想試下呢？嘿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做姐做咩啫呢個 channel， 我係阿做。今年新嘅一年，我決定開始一個新系列，就叫做做姐說書說書說說書。呢個新系列係專門為各位忙碌到冇時間睇書，但係又想增值自己人而設嘅。每一集我會精選一本個人成長或者對人生好有幫助嘅書，為大家解說裏面嘅精要內容，等大家可以用聽嘅方式去培養讀書同埋增長知識嘅習慣。如果你都想令人生有所改變嘅話，就快啲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同我一齊學習啦！好，唔講咁多 ，Let's begin。今日要講解嘅書就係呢一本《上班前的關鍵1小時》。呢本書嘅主要內容就係話俾大家知，你要改變你嘅諗法。每一個人都係絕對有可能，亦都絕對值得擁有你夢想中嘅人生嘅。無論你想成為有錢人，定去發揮你嘅無限潛能，只要你肯改變你嘅心態，你係絕對值得擁有更好嘅。正所謂心態影響命運，以下落嚟我就會介紹作者喺書入面所講，每朝早做呢6件事就能夠徹底改變你嘅工作同埋生活噶啦。作者 Hal Elrod 佢研發出嚟嘅呢一套創造早晨奇蹟嘅 routine 入面就有 SAVERS 呢6樣嘢，寓意就係佢哋係每一個人嘅 life savers。佢哋分別係 silence 靜心、affirmation 肯定、visualize 觀想、exercise 運動、reading 閱讀，同埋最尾 scribing 書寫。首先第一步，靜心5分鐘。每朝早一起身，先揾個安靜嘅地方靜坐，閉上雙眼。喺呢短短5分鐘入邊，你可以按照你嘅所好去選擇呢5分鐘入邊所做嘅嘢，例如係祈禱、冥想、感恩等等，又或者只係單純坐喺度，乜都唔做，乜都唔諗。目的就係讓我哋喺呢一個忙碌、緊張，甚至係紛亂嘅生活節奏入面，靜下心嚟，放鬆你嘅身心。無論你平時嘅生活有幾多煩擾嘅事都好，壓到你唞唔到氣都好，就係呢一刻，我哋放低晒佢哋，單單只係感受一下自己最純粹嘅存在，咁樣係可以令到我哋減輕壓力，增強自覺，令我哋之後諗嘢嘅思路更加清晰，從而 ready 我哋一個最佳嘅心態去迎接接下落嚟嘅新一日嘅開始。冇錯，我明白你做完呢5分鐘，你嘅問題係唔會消失嘅，佢哋依然存在，但係你會發覺你更加有能力去應對，去面對呢一啲嘅挑戰，甚至係解決佢哋。第二，肯定5分鐘。好多時我哋好多嘢做唔到，唔係真係因為我哋做唔到，而係我哋自我設限啊！我唔係一個早起身嘅人啊，我唔係一個會做運動嘅人啊，我係一個記性好差嘅人啊，呢啲全部都係我哋自己俾自己嘅框框嚟嘅，因為呢啲都係由我哋過去嘅經驗所得嘅結論。就好似作者 Hal Elrod 咁樣，佢曾經因為撞過車，腦部受過重傷，甚至乎當時佢嘅家人朋友嚟到醫院探佢，出去食個飯翻嚟，佢又好似當人哋未嚟過咁樣重新招呼佢哋，完全唔記得佢哋其實幾個鐘前先嚟過嘅啫。結果就係因為佢呢啲過去嘅事件，即使佢已經好翻，出咗院7年啦，佢依然都受到呢一個設限。佢嘅潛意識就一路相信，我個腦受過傷啊，所以我記性係好差噶。咁好多時我哋嘅人生就會俾呢啲恐懼、不安同埋舊嘅習性所限，連我哋嘅潛意識都相信我哋就係咁噶啦。結果就係我哋嘅潛能就咁就俾自己扼殺晒啦。不過唔使驚，好消息就係呢一個設定係隨時都可以改變嘅，只要你肯改變你嘅心態，就好似作者咁樣，佢利用自我肯定呢個方法，話俾自己聽。佢嘅大腦係一個識得自愈嘅器官，佢相信佢係有超強嘅記憶力嘅，唔
咁所以咧，之後每當有人叫佢記住一啲嘢嘅時候咧，亦都冇再攞佢老受個傷嚟做藉口。佢嘅記憶力啊，亦都真係因為咁樣而持續得到改善。所以各位，我哋由今日開始就摒棄呢個自我設限，開始使用自我肯定。由今日開始就利用自我肯定去設定自己做任何事都一定係充滿信心，同埋一定會成功嘅。好，自我肯定方法好簡單。第一步，問一問你真正想要嘅係乜嘢，你渴望嘅滿分人生係點樣，寫低佢，越詳細越好。第二步，你點解想要？因為單單只係想要係唔足以令到你成功嘅，你要揾一個好強烈嘅 why， 一個對你好重要，藏喺你心深處嘅 why， 為我哋嘅自我肯定，揾一個你無論喺任何情況下都唔會放棄嘅終極目的。如果之前你已經接觸過自我肯定呢個方法，但係你又覺得唔 work 嘅話，問下自己，你之前揾嘅嗰個 why 係咪唔夠深入、唔夠強烈呢？第三步，下定決心做啲乜嘢你先會成功呢？寫低你認為要達到你嘅目標必須要做嘅事，要將行動具體化，要具體到將次數、每次嘅數量同埋確切嘅時間都要清楚咁寫低。一開始呢，就寫啲容易達成嘅，由小目標開始，慢慢累積成功感，之後呢，再逐步提高你嘅目標。第四，將你寫低咗嘅自我肯定，每日重複同自己講一次，一定要注入感情咁講。我為咗啲乜嘢？我必須要成為一個點樣嘅人？我每日、每星期會做啲乜嘢去達成呢一個目標？話俾自己聽，你係得嘅，就好似傳奇拳王穆罕默德阿里講嘅咁樣，反覆肯定，自然就會相信。一旦相信，就會確認不疑，於是事情就會開始發生。第三，觀想5分鐘。觀想又稱為有創造力嘅想象，又或者 mental rehearsal， 內心嘅演練。唔知大家有冇睇過 The Secret 呢本書呢？就算冇，你都一定聽過咩係吸引力法則。觀想正正就係正確使用吸引力法則嘅其中一個方法。個人認為呢個 step 咧，一定要孖住頭先嘅自我肯定一齊做嘅，佢可以非常之有效咁樣鞏固我哋嘅思想同埋信念，令你更容易去靠近你嘅願景。好多運動員同埋名人，例如 Bill Gates、Will Smith、Jim Carrey、Tiger Woods， 佢哋都利用觀想嚟克服挑戰，以及提升佢哋嘅表現，從而一步一步咁樣令到夢想變成現實。以下就教大家3個簡單嘅觀想步驟啦。第一步，準備工作，你可以準備你中意嘅背景音樂啦，最好係可以令你 focus 到嘅。然後呢，你就揾一個舒服嘅坐姿啦，深呼吸，眯埋眼，然後我哋就開始觀想。第二步，觀想你真正想要嘅，觀想你最強烈嘅追求。嗰個只要實現到就可以徹底改變你人生嘅夢想，想象你成功嘅嗰個 moment， 成功之後嘅生活會過成點樣？想象你喺嗰個畫面入面，你當刻嘅感受係有幾咁興奮，甚至要用盡你所有嘅觀感。除咗見到啲咩，仲有你會當時會聽到啲咩呢？聞到啲咩呢？你會摸到啲咩呢？想象得越細緻，呢個影像就會留喺你嘅腦海入邊越深刻，就好似真嘅一樣。咁樣就會更加推動到你朝住呢個目標不斷努力。第三步，觀想你必須成為一個點樣嘅人，同埋必須做啲乜嘢事。喺你體驗完達成目標嘅過程係幾個美妙之後呢，就要開始觀想自己係因為做咗啲乜嘢事達成咗呢個目標嘅呢？向目標努力進發緊嘅你，當時係過緊一啲點樣嘅生活嘅呢？例如，如果你係想減肥嘅，咁你就觀想自己喺專門嘅跑步機上面，一邊跑一邊面帶微笑，為自己冇偷懶、成功約束到自己而驕傲，同埋諗住啲肥肉甩緊嘅時候而偷笑。又或者好似我咁，我會觀想到自己因為諗到新片嘅 idea 而好興奮啦，每日積極剪片嘅時候，會為到自己竟然可以自學就可以剪成咁嘅樣啦，有咁高嘅完成度而開心啦。仲有人因為睇咗我個片覺得好睇有用而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啦。然後第四，運動20分鐘。我諗運動嘅好處唔需要我多講啦，係嘛？大家都知道運動有益身心，對你嘅健康係非常之有幫助嘅。但係我哋係講緊呢個早上嘅routine啊嘛，翻工前嗰1個鐘，我發覺每朝早出一身汗，再沖翻個涼，簡直成個人精神爽利啊！我從來都未試過用一個咁舒爽嘅狀態去翻工。
我覺得我可以 handle 嗰日任何嘅 challenge， 同埋20分鐘真係唔係好多㗎咋。講真，你每朝早拎起個電話碌下碌下，唔覺就已經15分鐘㗎啦。所以咧，我每日都同自己講，我淨係做15分鐘運動嘅啫，唔需要多。連埋熱身、cool down，再加埋你嗰15分鐘嘅運動，其實好快就20分鐘㗎啦。然之後你就可以去沖涼咯。我嘗試咗呢個習慣之後，每日淨係做15分鐘啊！我個完成度咧，絕對係比我俾咗錢去 gym room 啊，一個禮拜做2次啊，效果係好多咯。每日做15分鐘，嗰個心理壓力完全係低到等於0啊！然後就算天氣凍啊，你出去一喐2下咧，哇，成個身即刻暖粒粒。然後再沖埋個涼，搭車翻工嗰時，完全係覺得我嘅思路非常之清晰，前所未有嘅咁正嘅。所以我真係超級大推朝早做運動。第5，閱讀20分鐘。作者就認為佢介紹嘅呢個挽救人生6法入面，睇書係令到人生轉化最快嘅捷徑。有幾多人畢咗業之後出嚟做嘢仲會繼續睇書嘅，仲會繼續學習嘅？有好多嘢以前就算返學校都冇教到嘅，我哋係一定要不斷咁樣學習，先至可以令到我哋不斷咁樣進步，不斷咁樣提升自己。你嘅成功水平唔可能超越你嘅個人成長水平，因為你要先成為嗰種人，先會有嗰種嘅成就。我諗好多人每年嘅新年目標都係我今年要讀到20本書，或者我從來都唔讀書嘅，但係我決定今年我要讀10本書。但係有幾多人就真係成功到呢？其實重點就係你哋冇具體化你嘅目標。好簡單，應承自己每一日睇10頁書，一年365日啦，咁一年你就讀咗3650頁噶咯。就以今次我哋介紹嘅呢一本大約200頁嘅自我提升或者個人成長嘅書嚟講啊，你咁樣一年就大概讀咗18本書噶咯。同埋而家買書係真係好方便嘅。如果你真係好中意紙本書嘅，咁就不妨買一本紙本書，就擺喺你最容易 reach 得到嘅地方，將睇書融入你朝頭早嘅習慣。又或者好似我咁，我會選擇用電子版，咁亦都唔怕俾實體嘅紙本書霸佔咗好多嘅空間啦。最後，書寫5分鐘，相信而家都未必仲有好多人會有寫日記嘅習慣噶啦。但係其實原來寫日記或者單單係將我哋嘅想法記錄低落嚟，係一個好好咁樣幫助我哋理清自己思路嘅一個方法。喺書寫嘅呢一 part 係完全冇任何嘅限制嘅，你中意寫乜都得。例如有啲人會寫佢嘅健康札記啦，對佢目標嘅 tracking 啦，感恩日記，甚至乎係夢想日記。最緊要係可以幫助你去了解你自己嘅進步，每日對自己有一啲少少嘅對話。有時當你寫下寫下，你會發覺我突然會有源源不絕嘅諗法，你就會好想繼續寫咯。咁同睇書一樣啦，都係有實體版同埋電子版，咁大家就可以根據自己嘅喜好去選擇自己中意嘅方式啦。如果你都同我一樣中意有儀式感嘅話呢，你都可以好似我咁買翻一本靚靚地嘅日記簿去做我哋嘅書寫記錄。另外呢一套 routine 嘅好處就係佢係非常之 flexible 嘅。頭先講嘅次序只不過係作者 suggest 俾你嘅啫，但係你係完完全全可以根據你自己嘅生活習慣啦、自己嘅喜好啦，去重新去排序嘅。咁樣我自己呢，就係起咗身啦，我會先去刷牙洗面啦，然之後呢我就會開始頭3步靜心、肯定同埋觀賞呢3個，我覺得係一個思想嘅工作啦。然之後呢，我就會開始喺我嘅日記簿嗰度寫字啦，睇下我當日心情中意做啲乜嘢。有時可能係當日嘅願景，有時又可能係一啲我感恩嘅日記啦。咁跟住呢，我就會換運動衫出去個廳嗰度做運動啦。最後呢，咁我就會梳洗翻工啦。咁就喺搭車嘅嗰段時間度睇書咯。我真係試驗過呢一套 routine， 真係覺得好好，所以我先想介紹俾大家嘅。我諗我起碼都試咗最少1個半月啊！我覺得佢真係好神奇咯。我不嬲都唔係一個早起身嘅人啦，但我開始咗試驗呢套習慣之後呢，我真係好神奇地話7點鐘起身就7點鐘起身咯。然後佢帶俾我嘅改變就係，我會發覺嗰段時間係會特別多唔同嘅 idea 湧現出嚟，散發出嚟嘅能量係身邊嘅人都會感受得到。就算你係我嘅同事見到我話，佢都會突然間有一日我乜都冇講過，佢就望住我，點解你好似好開心咁樣嘅？因為所有嘢你真係翻工前嗰1個鐘就可以做晒。喺你翻到公司坐低嘅嗰一刻，你會發現你有好多嘅人生目標，你希望你做到嘅好習慣，
喺你一個朝早已經做咗，我做咗運動，我睇咗書，我仲寫咗嘢。因為其實我係一個好中意用文字記錄自己諗法嘅人嚟嘅，所以我係好開心咯。同埋咧，我想講呢本書嘅第一個 chapter 咧，真係超級勵志。我每次睇完咧，我真會覺得成個人都好澎湃、好激動啦。我第一次真係覺得，原來追從自己嘅夢想，其實係可以好容易、好簡單嘅。咁最後啦，我就想俾個少少嘅 tips，大家睇呢一條片，我會建議你第一次先 go through 晒成條片先，然之後咧再第二次翻睇嘅時候，先至慢慢 drop notes 去內化每一個 point 對你嚟講係有啲乜嘢意義，同埋你自己係應該可以點樣去應用到喺你身上。好，咁如果你哋都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就記得幫我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啦，最好撳埋個鐘仔，咁我之後咧再繼續精選下一本書嘅時候，你哋就會即時知道啦。咁我就喺度衷心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哋啦，希望呢條片真係幫到大家啦。好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觀賞係一個Sorry，cannot help it，cannot control，對唔住。